哎，好，今天下午大家听了几个小时的演讲啊，我为大家点个赞，就是这是一场就是技术演讲，能够听到这个时间点儿，能够满怀热情，我还是就是挺高兴、挺欣慰的。然后呢，刚才老刘讲的是对一种可能性，在一种就是开放的世界里面，就是一个我们半未知的世界里边，我们去想的一种可能性。那我这个话题呢，我来讲的是对我们已知的这一部分，我们做了哪些实践，我们做了哪些产品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哪些做的对，哪些做的不对，把我们的案例呈现出来，给大家一个参考。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啊。我们平台是小松游戏，是基于 BSV 的一个移动游戏平台，它是 H5 的。H5 的意思就是你可以不用下载 App， 这游戏你只要打开网页就能玩。当然，我们也支持能下载游戏的，就是有下载游戏区啊，你可以花费一点 BSV， 甚至以后可以不需要花 BSV 就可以体验这个游戏的 demo。那么这个平台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可能是只有在区块链上面才会有。比如说，这个平台集成了这个道具的交易，这个道具呢，它是保存在链上的，就像刚才郭嘉介绍的，以太猫啊什么的，不像游戏，你停服了、关服了，它就没了。理论上来说，你游戏停止运营了，还可以有另外一个人，他去再开发一款新的游戏，还是用这些道具，他又复活了。那么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支持打点和 Money Button 这样的钱包的登录，然后正在研究是不是考虑冯总的这个 Meta ID 的这个机制，还有澳游就是一个我们以前 PC 上的浏览器。浏览器它现在在 BSV 上也做了非常多的开发，然后我们在考虑是不是用澳游的这个 domain 这个域名来登录。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小松平台的业务模型。那么你可以看到屏幕上，我们在1月份这个平台刚刚上线的时候，它的业务模型是非常简单的，基本上就是我一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楚。你看，它是一个你用微信、支付宝等这些可以充钱、充 BSV 进来，充值进来变成钻石，钻石你可以在游戏里玩。游戏里玩获取 BSV 奖励，然后你把奖励转出到打点钱包里，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闭环。那么这个业务模型非常简单，但是它体现出来某种特质，就是你传统游戏里是做不到的一些，比如说传统游戏就像刚郭嘉讲的，其实是有内在冲突的，它是不鼓励你玩家获得的这些收益啊，它对玩家来说，它只是延长或者增强它体验的一部分。那么在我们做这个小松平台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是不是能在这里边挖掘更多的可能性。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版本，然后后续在1月份之后，我们迭代，我们做了很多新的小游戏加进来，就不同的角度去探索我刚才说的这些可能性吧。就光年派对做了一些休闲类的，你可以打方块的小游戏，大家可以进去体验一下。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方向的探索。那么，在开发这些游戏的同时，我们还去尝试了一些 BSV 上的技术，包括就是用不同的钱包登录、不同的支付手段，然后不同的平台，然后跟区块链的不同方式的交互。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我们希望就是不同的方面我们都试到，然后只有你实际的去做了，你才知道哦，这个东西针对传统的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你不实际做，你光是去听 features， 那 features 每条公链都有自己的 features， 实际上你是很难从这种描述当中看出来的，只有你实干才知道。那么做了这些 features， 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开放平台，你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接入我们的通过开放平台来接入我们这个平台，把你的游戏做很小量的修改就可以接入平台。那么在最后呢，我们还形成了2个技术方案。这2个技术方案，一个是把游戏里的道具给资产化，放到区块链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即使你游戏停服了，这个资产还存在。那么你可以想想，利用这个方案，你可以做一些什么实际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个技术方案呢，是我们允许你把一段代码、一段 Lua 代码，甚至是一段 Python 代码，把它放到链上去，使它变成可验证的。
那么这个等会儿我会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在做了这些事情了之后，到了今年8月份，我们的业务模型比之前增加了一些内容。你可以看到，在之前是上面的这个循环，那么到了8月份的时候，我们加了一个新游戏，新游戏里面支持链上资产的这种道具。那么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玩出很多花样。当然，现在还在初期，我们有市场可以交易，然后你可以去跟系统兑换。可以在战斗里边去赢得别人的装备。那么，这本身是一个小循环，可以在这个循环里面，我们还可以套更多，使它增加一些玩法，让玩家觉得，哎，这个东西我不光可以拿来，就是不光可以玩，我还可以就是有其他的交互。那么这个模型是比原来那个模型要复杂一点点。那么，我们这个平台，从年初到现在，差不多是真实的玩家，就是所谓真实玩家，就是他用过钻石，在游戏里边，把自己的游戏记录上传到链上保存的这样的玩家有9000多人。这个数据是2个多月之前的，现在应该已经超过1万了。那么总共的注册用户是3万，然后差不多这样的用户差不多占到1/3左右。那么在传统游戏的角度看，可能会觉得啊，你们这个人数太少了。但是我想说的呢，就是，区块链游戏毕竟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这个品类，可能不能叫品类啊，就是对于刚国家也提到，有些区块链游戏新增可能几百，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那么以后可能会。在明年或者后年或者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产品爆发的时候，这个数量级可能就不是这个数量级了。那么，那前提也是必须要在一个就是能够支持它真的能有那么多用户的链上。好，我们年初到现在以来有8万多局游戏，这个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最后一个数据，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游戏过的玩家里面，有将近99%的玩家曾经获得过我们的奖励 BSV 的奖励。那么拿着这个奖励，你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当然你可以去鼓励他，去做一些，就是在游戏里面，你可以，当然这个 BSV 你可以在游戏里面再去消费，或者是在平台上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都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把它提现到自己的钱包里面去。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技术架构，就是这个架构呢，中间经历过几次调整，然后现在的状态是这样的，就是提供核心服务的呢，一个是一个Go语言写的后端，然后一个是一个 Python 的这个系统处理所有跟区块链交互的部分。那么这是我们的核心部分，然后在核心部分之外呢。主体的这部分我们有2个技术方案，一个是游戏资产的方案，然后一个是可验证逻辑的方案。这个待会儿我会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在它更外层呢，是一些我们依赖的第三方服务。这些第三方服务，每天都在变化，然后有的服务会更好，我们就会切换到更好的服务上面去。那么，我们也在探索这个左下角这个 fungible token， 就是。在 BSV 上边怎么样去用好一个 token 啊？这也是一个就是比较新的问题，我们也在探索的问题。这整个这个结构啊，它既不是按照就是我们通常去划分什么架构的时候的这个业务逻辑，也不是按照这个我们是怎么实现的，谁依赖谁，哪个模块之间依赖，而是按照可以剥离的这个特性。什么叫可以剥离呢？就是去掉最外层的。这个系统仍然能保留它绝大部分功能，那么，这对于一个快速演化的这个平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不能把你的系统建立在一个你非常不确定将来是不是还会用到的东西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从内到外是一个从稳定到快速迭代的这样一个逐级递减的过程。好，这是我们的开放平台，我就不挨个说了，就是它帮你处理了你的游戏跟区块链交互所需要的一些技术细节。好，我介绍一下我刚才提到的2个技术方案，一个是GAS， 就是游戏里虚拟资产的这个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呢，你可以看到右边的截图是我们游戏平台的市场。那么在游戏里，你可以打造一些道具，什么刀剑斧这些道具，然后在市场上你可以挂单，然后其他的玩家可以买。然后有人说你这个就是集成了一个5173，这个就是一个交易的平台，交易道具的平台，在你自己的平台上没什么好奇怪的。那么我想说的是，它奇怪之处就在于，即使你的游戏不运行了，它还能运行。它的道具是它的数据是脱离你的游戏而存在的，即使你停服了，它也还在。在一个新的游戏里边，你完全可以依托于已有的这些数据来做你的新业务啊。对有些游戏，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仙剑奇侠传》，可能很多老玩家都玩过，《仙剑奇侠传》非常经典啊。我在《仙剑奇侠传》里边获得了很多东西。那么，当有一天一个开发商告诉我，我现在能做一个新游戏，而且能利用你在《仙剑奇侠传》里面的经验、你的体验，甚至是你在《仙剑》里面的结局。我能在它上面有一个新的开放式的拓展啊，这个想象空间就非常大了。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新业务建立在老数据和不同游戏的老数据之间的衔接上，这就是之间的不同之处的一个方面。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我每一种情况我都列了几个不同的例子，可以看到什么时候就是游戏系统是怎么样把它的资源资产给释放出来的。那我们叫产出。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产出，怎么样去产出，这些实际上都是可控的。尤其是如果我们有可能的话，我们希望尽早的使用老刘刚才说的这些机制来做真正有意义的，通过区块链的范式来做的事情。但是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说，把它产品化可能还稍微早了一点，还在这个理论探讨的阶段。然后什么情况下去转移这个资产？这个转移的这个资产怎么样同步到链上？怎么样保证你的游戏里跟链上是完全一致的呢？当链上发生转移了，然后你游戏状态没及时更新怎么办？或者是怎么样？最理想的当然是把你的游戏全部都放到链上了，但是现在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只能说是一步一步向这个目标靠近。等我们找齐了足够多的这个拼图碎片了之后，我们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拼图。好，有人可能会问，就是说游戏里边资产或者说游戏道具行为那么复杂，你怎么能用简单的3个铸造、转移、销毁来完成呢？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希望做到的，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对道具的操作尽量的拆碎、原子化，把它变成一个最小的单元。那么你利用一个最小的操作，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如果你一开始就是你给它定义很多操作，定义很多游戏里边什么打造强化什么这些都给定义好，那么你就要为它以后的逻辑拓展操无数的心。你可能你会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东西，你的核心就会越来越臃肿。那么更好的是你定义一个足够小的操作集，然后让别人有足够大的灵活的空间可供发挥。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即使我们定义了一个只有几个操作的铸造、转移、更新。更新是比如说你强化了一个装备，这个装备能力变强了，你可以更新它状态。你可以把2个装备合并，那么你可以把2个资产合并，你可以去销毁，这就是一个最小集合。用这个最小集合，你可以玩出无限的花样。好，这是我们另一个技术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是我们建立在一个第三方库，叫做 Operate， 建立在这个库上的一个方案，是针对游戏的一个。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啊，就什么叫可验证的代码执行呢？可验证代码执行意思就是在游戏里边一些逻辑，你希望让别人知道它是怎么执行的，但是你又不可能把这个逻辑都去给玩家看。那么你希望以一种尽可能简单的方式让玩家理解，原来这个代码是这样的。你看上次我抽卡就是99%，它这个算出来确实是99%，这个逻辑对他来说是类似于开源，但是又不至于让他去理解代码的上下文，去理解整个，比如说 Windows 代码出来了，你看有几个人去看 Windows 代码，就是因为你需要巨量的上下文知识，而我们理论上可以通过提取一些关键的逻辑，并且把这些逻辑，
的执行过程和它的运行结果放在链上，以便于使所有人都可以来看到我这个卡说好了就是抽100次出一个，就是100次一个，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每一次运行的结果。好，这些详细的我就不仔细说了。那么它实际上本质上就是谁需要谁执行，然后谁关心谁验证。这个跟刘老师刚才说的是2个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刘老师说的是我们称之为1层脚本，直接运行在这个比特币的网络上，那么得到矿工的认可，所有的矿工通过算力保证它是 OK 的。而我这个呢就是2层，运行在比特币2层上。什么是2层呢？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共识，不需要矿工来确保它正确，但是需要利益相关方确保，谁关心它谁就去运行它。如果参与的人觉得不合适，他自己也可以去运行，他自己也可以去验证，自己也可以去看得到的结果是不是像运行的人所宣称的那样。这个共识是一个相对弱一点的共识。那么实际游戏运行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多个层次的共识。有些非常强的逻辑，我们希望放到1层；有些可能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我们觉得没关系，也可以放在2层。好，那么下面列的是这个2层逻辑它的好处。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好，这里我用一个示意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2层的这个可验证逻辑是怎么工作的。你上面看到的这个就是区块链打包的过程。在每一个区块里边，头一个区块我们可以定义我们需要的函数。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我用2笔交易定义了2个函数，一个是飞，一个是跑，它们需要不同的参数。这个函数呢定义在这个交易里面，会有一个版本号，你第一次上传的时候一个 0.01， 你更新它就会变成 0.02。每一个函数都有一个哈希。这哈希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对这个函数名的哈希，也不是就是什么编译型语言里边这个 Mongo、Demongo 那一套，不是，它是整个函数的所有代码的这个字节的哈希。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这个函数只要你改变任何一个字符，你把加号变减号了，或者把10变成11了，这个哈希都会变化。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个用于鉴别你一个函数的不同版本的功能。看到在后面的区块里面，我发现这个 fly 这个函数不好，它不仅需要一个速度，而且还需要一个方向。那么我就更新了这个函数，更新了这个函数了以后，注意，它的版本号变成了 0.02， 然后它的哈希也变了。你看，之前哈希是 A575，后来的哈希变成了1795。那么通过对不同哈希的引用，你就可以做到就是新老函数的版本你都可以调用。那么对应的玩家需要去验证你的版本的时候，他也可以去校验。比如说游戏更新之前，我这个抽卡是100%的几率，那么更新了一个版本以后，抽卡变成了2%的几率，它都可以验证。哦，原来更新之前确实是1%，然后更新之后确实变成2%了。好，定义了函数了之后，我们在第3个区块里，我们去以一个固定的序列来调用这个函数。比如说我有一个魔兽世界里面的 BOSS， 然后这个 BOSS 它的行为呢就是先往东飞，然后再跟 Bob 说一句话 Hello。那么理论上来说，这个逻辑你可以写得很复杂，然后因为它只是定义了这个逻辑序列，并不是执行，它只是定义了我这个 AI 将会以这种方式行动。那么谁去执行呢？对于2层脚本来说，谁关心谁运行，谁运营谁运行，谁验证谁运行。如果我运营这个游戏，那我应该对游戏结果负责，那我就需要运行这个过程。如果我是玩家，我觉得你作假了，我可以去验证，那么我也可以去运行。反正只要关心这个运算过程的人都可以去运行，而他们的运行结果呢，由区块链这个不可篡改的，这个它已经把你的这个结果记录下来了。你每次运行同一个函数，如果这个函数的逻辑全都是不变的，你看它的输入又都是不可改变的，它的这个函数的每个参数都是不变的，然后这个函数体内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变的，就可以导出一个结论。
这函数的运行结果一定也是不变的。当然，你可能会说，举个反例说，哎，我这函数里面有随机，那么随机也可以通过随机种子，然后确定性的随机序列来保证。这个是属于技术细节。当然，你可能更进一步说，你说，哎，我这个链下执行环境里边，这个 Lua 虚拟机有的是跑在 Windows 上，有的跑在 Linux 上，它们浮点数处理不一样，也会导致不一样。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一个机会在一个沙盒里以相对确定的方式去运行逻辑。至于那个东西是否完全确定，这个是可以你来通过定义一个最小级来保证的。你不要去跑那些可能会引起不确定结果的这个逻辑就可以了。好，在链下我们可以去加载这个执行序列，并且执行它，得到一个这个叫确定性结果。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去跑，任何人都可以去运行这个逻辑，输入相同的参数，得到一个非常确定的结果。每次运行都是一致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用了一个绿色的框来表示，它是跟区块链是脱离的，它是不需要占用链上的资源的，所以也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点。好，我简单列举几个用例可能会用得着这个可验证逻辑的地方。比如说我刚才举例的这个开宝箱抽卡的过程，还有你打死一个怪物了之后，这个怪物掉落的过程。那么还有就是 P2P 的游戏里面，玩家之间是怎么匹配的？它这个匹配依赖了哪些变量？这个匹配的过程，你也可以把它用这种确定性的方式来表现。好，这些都是你的游戏里边可能是一些相对关键的业务，它是怎么触发的？它是怎么执行的？这些就能利用到这个区块链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可以验证、可以追溯的这个公平性的保证。好，这是一些结论和实现性的话，我就不挨个讲了，就是真正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进去看。那么这个 operate 库它本身也是刚出来没多久，还很不完善。那么而且它只支持 Lua。其实我是希望它能支持 Python 的，但是支持 Python 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我跟这个作者讨论了一下，里面有些细节需要处理。那可能我会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来，让它支持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脚本语言。这里有一句描述吧，就是这是一个思考方式，就是你可以把区块链当成来帮你运算的东西，但是另一种方式呢，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DB 或者 OS 来用。那么这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并不是说哎我们就得这么用，这么用就是好，不是这样的，它只是一种启发你思考的方式。好，这个游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我看到我欠了三顿饭的老刘点头了。这个游戏叫那个杀戮尖塔。那么为什么我把这个游戏挑出来讲一下呢？是因为它恰好跟我刚讲的，不管 GAS 也好 GVS 也好，都有很好的联系和应用。那么没玩过的这个游戏的同学，我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你看到这是玩家控制角色，然后这是怪物，然后每一局进去以后，他们俩就会你出张牌，我出张牌，然后两个互相打，直到一方倒下。上面的这一排都是你获得的各种上古神器。好，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它跟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有什么联系。首先这一排上古神器，它们的特性是什么呢？持续获得，始终拥有。你在一局游戏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面对怪物的时候，有很多获得一些独特性的道具的机会。游戏会给你各种各样的机会，在漫长的游戏过程当中，它会给你各种机会，让你获得这些东西。获得这些东西之后呢，它会对你之后的每场战斗都发挥作用。这种东西就特别适合作为这个一个链上的道具，尤其是你考虑到就是我们假设这个游戏里边只有这么多东西，一台服务器上有1万个玩家，然后我只放100个，它对这个玩家之间的交互会像催化剂一样，
会产生一个很特别的变化。好，除了这个之外，以后还有就是普通游戏里常见的这个背包、药水、金币，甚至还有什么钻石、勾玉啊什么那些东西，这两样东西是两样不一样的，是两样不同的东西。你从资产的角度去看，上面的这一类东西是系统不断发给你，然后你可以不断用，它可以作为一个就是一个一般性的一个非常一般的可以互换的东西。而下面的这些东西呢，是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甚至说的极端一点，有可能一个服务器上我只放一个。以前有一个游戏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但是它有一个热土豆机制。什么是热土豆？就是我这个游戏在我的全生命过程当中，整个游戏生命过程当中有一个热土豆 （hot potato）， 它只有一个，然后它可能会在玩家之间流动。你想象一下，它就像催化剂一样，或者它就像一个火星一样，会点燃很多东西，甚至会点燃很多设计者没有想过的东西。这两者是不一样的。然后它们就直接对应着我们试图去尝试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些游戏道具给资产化，放到链上，然后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看看能不能产生一些什么神奇的化学反应。下面的这三个，右边的这个怪物的行为，你可以看到怪物每次在什么情况下它干些什么事儿。它是按照我们这个游戏开发的一个常见做法，是用一个行为树来处理，什么情况下干什么事儿，什么情况下干什么事儿。我血太少了，我就怎么地。还有玩家他的卡牌的这个卡牌堆，全部抽完了以后，我要全部的重揉一遍。每一次从卡牌堆里我抽哪些牌出来，我上手的这个牌组是什么？这三个其实是有共性的，它们是可以使用我刚才说的这个游戏里可以验证的执行方案。不管玩家对哪一个有疑虑，甚至对你自己来说，你对于开发者来说吧，如果你想重现一个非常隐秘的、非常难以重现的 bug， 理论上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做。只要你确保如果这个逻辑是你关心的这个怪物行为树，它在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你不期望的行动，你也可以回溯到它任何一次历史上的执行。这个我个人认为对调试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好，这是你可以看到，在一个典型的游戏里，如果我们通过区块链的方式，站在区块链的角度去思考它是一个什么不一样的情况。好，我小结一下。那么，GAS 可以对应着这个游戏资产的控制，让你从一个就是站在游戏之外的角度，站在资产的角度去想我游戏里边的各种资源，我应该怎么样去发行、流通、限制，让你以一个策划之外的身份，以一个就是游戏之外的身份去思考这个东西。那么使得这些资产有机会被交易、被流通。有人可能会说，你看传统游戏不是也有道具交易流通吗？但是那个在我们换在10年、20年以后的角度去看，那种程度的交易和流通是非常初级的，是非常早期的。比如说你玩家之间交易账号什么的，玩家会承担很多各种各样的风险，而也许在10年后，它会以一种你很难想象的简单和自然去做。就像比如说移动支付，我在10年的时候我去这个美国参加 GDC， 然后有个公司就不停地追着说，哎呀，我们是做移动支付的，但是没有人会在意，因为10年那个时候大家对移动手机上能花钱这件事是感到非常抗拒的，因为都觉得手机这么不安全，你怎么可能用它来付钱呢？但是不到10年，可以说不到5年，它就变成一个你觉得非常自然，你并没有觉得手机上付钱有什么奇怪的事情，每个人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了。那么我们不能说游戏资产的交易和流通以后会变成这样，我们只是说它有可能会以一个你难以想象的频率、频次和这个流通量。这是在18年的时候，这个区块链资产就是疯狂流通的时候，当时的人们曾觉得，哎呀，区块链游戏元年，现在这个可能会摧枯，那个词儿叫摧枯拉朽吧，
就是把传统游戏全部都怎么样，但是事实并没有那样，也许是因为各种原因吧，也许是因为刚刚国家说的金融属性啊，或者是技术不成熟，或者是所有的这些原因，但是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我们可以一窥有可能会在未来发生的事情。那么下面的这个 GVS 呢，就是核心过程可以由所有人回溯，玩家感兴趣的话，玩家也可以去验证。那么不管是公平性也好，还是它的其他的特性，都可以由玩家去验证。好，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 token 上的这个验证性的想法，一些尝试，看看这个 token 对我们游戏有什么加成作用。那么有人可能会问，哎，你说 token 你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那我想说的是 ，token 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我们要更多的想一想，这个 token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帮助？我们利用这个 token 这个特性，我们能做些什么？而做的那些东西对游戏是不是真的有用？还是只是说你是在借助 token 来做些什么奇怪的事情？那么，在 token 其实这条路上走的也是比较曲折的。刚才那个我在技术概览里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前两个方案，我们本来认为它可能是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什么都能做。但实际上呢，他们目前暂时还不能工作，他们只能只能做其中的某1、2步吧，不能够做到他们所宣称的这个真正的一站式的方案。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尝试使用的是打点提供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可能不一定一次性就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它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迭代的方案。这个迭代的方案允许我们一起往前走，看看，哪些是我们真实需要的，而哪些只是想象出来的。好，刚才你们看了1月份和8月份的业务模型，然后这个是我们期望在今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期望做到的。你可以看到8月份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一部分。那么到了今年12月份，我们希望我们整个的模型是达到这样的。我们希望在 token 里，在游戏里边，我们能够把 token 这个东西给用好。我们希望玩家砍树啊，或者是什么打鱼啊什么，产出这个 token， 而这个 token 真正能对我们这个系统产生积极的作用，产生化学反应。拿着这个 token 你去质押你在平台上质押可以获得 BSV， 或者是可以怎么样？那么也可能到外部的这个平台上去获得流动性，这也是可以考虑的选项。就是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思维，因为既然是尝试嘛，你就应该尝试尽可能多的可能性，然后你才知道哪些好，哪些不好。好，这是我15年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这个在文章的最后，我就是有一个设想。我当时在想，就是比特币有很多特性是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那拿着这些东西，我们能干些什么呢？当时我可能不能叫理想，只能叫幻想。幻想是不是能拿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分布式的、自制的、没有服务器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没有承载上限的。这样一个大型的多人的在线的游戏框架。那在我设想里边，它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很重要的组成的组件。一个是区块链，区块链作为比特币的技术环节的一部分的应用，这是第一拼图的第一块。那么第二块是 P2P 的这个文件共享机制，你可以用此例链或者是种子系统来保证全网只要你更新了一个版本，所有的人都得到这个新版本。那么你可以用 Git， 你可以用 Git 去维护一些你非常感兴趣的历史的信息。当时我们并没有去想，就是在把所有这些信息都上链啊，或者是什么哈希上链啊，其实没这么去想，就是觉得 Git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 Git 就是被设计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不直接用呢？那么最后是作为价值的、作为 coin 的这个 Bitcoin， 这是我在15年的时候设想的一个方案。现在我们只能说往这个理想可能往前走了1、2步，还差很远。其实我这儿写的是链上麻将，后来我担心比较敏感，我改成了链上斗地主。我之前有个想法就是，
为了向这个蓝图走出的第一步吧，我尝试着走了一个最小产品，拿它来做一个链上的多轮博弈，看看是不是可以做到，不需要一个中心化的平台。我做了这套东西了之后，谁都能开一个局，并且邀请别人来玩，不需要第三方。开房间的那个人就可以呼朋唤友来玩，完了结束了以后就直接撤销，然后大家都各干各事儿，回家吃饭。那么不用受到任何就是平台运营发行所有这些的约束。那么从那个想法再往前走，我们需要做哪些东西？我们有哪些东西是值得探索的？这里我列了一些方向。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链游戏远远不止我列的这些东西。真正意义上的全链游戏，你需要考虑上百甚至是几百个不同的技术细节。这里我只列出了一些我认为就是可以从这些起步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简单说一下吧，就是什么叫全网玩家身份自管理呢？这个词太抽象了，就用冯总的话来说，就是 Meta ID。那么你不需要一个人来帮你管理这些东西，所有的人都可以管理自己的身份。什么是天然的全球同服？这个很好解释。我们幻想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我的世界，大家知道我的世界实际上是单个服务器上人很少的，玩家相互之间的创造，他们之间的这个分享什么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设想过，是不是能在区块链上，所有的玩家能在一个共同的地图里去创建、销毁、更新这个我的世界，我们叫它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那么所有的这些状态都由区块链本身来承载。我在美国更新了一个地表的泥土上架了一个房子，那么我在中国可以通过区块链自动的就得到。区块链就是这么运行的呀。我在美国发了一笔交易，我在中国立刻就能收到呀。为什么不能呢？那么理论上来讲，我们是有可能在不用投入太多的服务器资源的情况下，就做到没有上限的这个扩容。你想象一下，你做一个微信，却不需要去，是吧？像微信一样租用成百上千的服务器，这是多大的诱惑！如果你在 BSV 上能做到这一点，你已经赢了，你不用做任何其他的事情。那么，天然的全球同服，那么全资产游戏解耦，这个我说的有点抽象，实际上就是把你游戏里道具拿出来，让它变成跟你游戏无关的东西，两个东西并行往前跑。层次化点对点，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SPV Channels， 我们有可能在上面做的一些针对游戏的定制。那么所有的这些，当然后面还有一大堆排在后面的东西，但是这些是我们可以立刻上手、立刻做点什么、立刻去实验我们的想法的东西。好，真正意义上的全链游戏，我希望我自己有了更多的实践，然后知道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的时候，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更多的东西吧。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